大家好，我係 David。萬宜水庫係香港一個非常著名嘅景點，嗰度嘅六角形岩柱呢更加係舉世聞名。今日我就會帶大家嚟到萬宜水庫東壩，欣賞呢一個奇景之餘呢，亦都會去到東壩附近嘅一帶呢，欣賞嗰一度嘅破邊洲、萬柱海岸同埋多角度拍攝嗰一度嘅地質風貌俾大家欣賞，俾大家見識一下嗰一度令人為之驚嘆嘅絕色奇景。而家就跟住我一齊出發，帶大家一齊同行欣賞啦。前往嘅方法呢，我就會喺彩虹村嘅 C 出口轉右，穿過隧道上地面，行前幾步就可以揾到一架去西貢嘅92號巴士，車費就係6個8，直接坐到去西貢市中心總站。喺落車之後呢，我哋可以率先嚟到呢一個火山探知館，了解一下萬宜水庫嘅地形。開放嘅時間呢，就係每日嘅9點半至到4點半。喺探知館嘅附近呢，隨處都可以見到呢一啲嘅東壩半日遊導賞團嘅宣傳單張。去萬宜水庫東壩呢，我哋就可以報呢一啲嘅團。咁佢就分咗3個時段嘅，每一個時段呢就可以逗留3個鐘。每位嘅收費呢，就係110蚊。入到去探知館嘅入邊呢，有好多岩石嘅展覽品，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呢萬宜水庫嘅地形結構，同埋增進一下自己嘅地理知識。喺服務台嗰度呢，仲可以攞一啲嘅導賞指南。邊度集合㗎？呢度包來回嘅，去半個鐘頭車就到㗎啦。咁一日呢，就逢星期6日工作假期都有，咁一日3組時間。咁今日11點半呢，仲有少量位。限咗你係呢段時間。係啦。就呢個早時間。係啦。齋坐船兜嗰啲。呢個其實呢，中段會上梁船灣條村嘅，停留20分鐘。咁你知道主要睇海上面嘅地質公園，佢嘅好處呢，就係舒適型，然之後好悠閒咁樣玩咯。我哋要入去萬宜水庫呢，其實都有好多種嘅方法。咁第一種嘅方法呢，我哋就可以喺火山探知館嗰度報團，每位呢就係110蚊團費。第二種方法呢，我哋可以搭94號巴士去到上窑站落車行過去。第三種方法呢，亦都係最快捷，就係搭的士啦。第四種嘅方法呢，就係18年7月運輸署新增嘅9A 小巴路線，咁就係喺北潭涌嗰度上車嘅，只會喺假期嘅3點鐘開車，而回程嘅尾班車呢，就係6點鐘，但係佢就會載晒所有人離開先會結束。單程嘅小巴車費呢，就係11個3。喺巴士站嘅隔離呢，就會有的士站，而我哋今日呢，就揾咗3個團友呢，就可以一齊夾錢搭的士去啦。由西貢市中心去到東壩，大概半個鐘嘅車程呢，收費就係120蚊。4個人除翻開呢，每個人都係30蚊。咁離開嗰陣呢，我哋就可以搭9A 嘅小巴。好快我哋就到咗巨型嘅藍色撈形石地標。呢3位呢，就係我今日同行嘅團友，3個呢都係一啲攝影嘅發燒友，希望有機會都可以約多啲觀眾一齊行山。好啦，到咗東壩呢，我哋就正式出發郊遊啦。呢塊巨型嘅藍色撈形石碑呢，其實就係為咗紀念喺興建呢一個水塘工程嘅時候呢，所犧牲嘅工作人員呢而立嘅碑。呢一個萬宜水庫東壩呢條片呢，喺之前嗰條片呢都詳細介紹過啦，所以呢，今集就唔會再詳細介紹啦。有興趣睇返嘅話呢，可以喺右上角嘅資訊卡嗰度點擊。而今日最主要嘅目的呢，就係帶大家更加深度欣賞呢一度嘅風景，從唔同嘅角度遠眺細賞呢一度嘅奇岩怪石，包括係走上去標尖角嘅觀景台，從高處欣賞呢一個東壩同埋浪茄灣，繼而就會走到去破邊洲，欣賞一下大自然壯麗驚嘆嘅鬼斧神工，最後呢，就會去到萬柱海岸欣賞嗰一度嘅絕色奇景。準備好呢，我哋就由呢一度開始，簡單咁帶大家重遊舊地一次。咁呢一度呢，一共有12塊呢一啲嘅資訊牌呢，由水庫工程、岩石資料、地質解說同埋海蝕洞形成呢，都會有圖文並茂、深入嘅詳細講解，所以遊客可以借助呢一啲嘅資訊牌呢，自己遊覽、自己導賞。喺東壩嘅另一面呢，就係萬宜水庫嘅風景，風景非常開揚秀麗。呢一個水塘呢，亦都係香港最大嘅水塘。喺香港50至70年代呢，人口不斷膨脹，政府為咗應付呢個食水嘅需求呢，就興建咗呢一個萬宜水庫出嚟啦。而家呢，就成為咗香港非常著名嘅景點之一。近海岸嘅地方呢，亦都係非常清涼舒適，所以呢度呢，亦都有好多人中意喺度跑步做運動。呢
呢度係香港一個非常舉世聞名嘅世界地質公園。我哋一齊望一望東壩嘅地圖。地圖呢標示咗呢一度有7大嘅景點呢，都係非常值得一覽嘅，包括係撈營石紀念碑啦、六角形岩柱同埋海蝕洞等等。簡單遊覽完呢個東壩呢，我哋都會上去標尖閣嘅觀景台，從高空欣賞呢一度嘅美景，同埋我哋就會沿住花山呢行到去破邊洲，欣賞嗰一度令人驚嘆嘅海蝕柱。甕洲群島同埋果洲群島呢，希望有機會都可以拍攝到。喺涼亭嘅側邊呢，就有一啲嘅香港唔同地方嘅火山所產生出嚟嘅岩石標本，各有特色，而且我哋仲可以伸手摸得到。側邊呢一啲嘅解說呢，就可以增進一下我哋嘅地質知識。喺展板嘅側邊呢，就會有洗手間嘅。呢度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景點，所以廁所呢都非常乾淨。咁我哋開始呢，簡單行一轉東壩，步行落去欣賞啦。呢一處嘅六角形岩柱呢，都係景點之一。咁呢一度呢，係有非常多嘅打卡位，遊客嚟到呢一度呢，都會相當興奮，喺度影個不停。但係都希望大家呢，可以盡量保育呢一啲嘅岩石，挨住影相呢都還可以，但係企上去影相呢，就真係唔係咁建議啦。一嚟危險啦，二嚟都會毀爛呢一度嘅珍貴文物。嗱，落到呢度呢，亦都有2個嘅打卡位，包括係下邊呢，有好多嘅地樹窿，同埋7000幾塊雙 T 型設計嘅撈營石。嗱，呢啲嘅撈營石呢，其實有告示呢，就唔建議大家喺上面攀爬嘅，亦都提醒咗大家呢，呢一啲嘅撈營石有風浪嘅時候，亦都有機會移動嘅。但係眼前呢一個驚人奇景，每個嚟到嘅遊客呢，都會按捺不住，忍唔住爬上去影返張靚相。總之就自己注意返自己嘅安全啦。咁不時呢，都會見到呢一啲撈營石上邊呢，有一啲塗鴉同埋一啲雕刻嘅。咁希望大家呢，都可以盡返一啲嘅公德心，唔好毀爛呢一啲嘅景點。咁我哋一齊小心翼翼行上去睇一睇啦。呢一度係由好多塊雙 T 型設計嘅撈營石呢，環環緊扣咁扣埋一齊嘅防波堤呢，就可以好有效咁抵擋海浪嘅衝擊。喺建築呢一個水庫工程項目入邊呢，都有5個嘅工程人員因為建造呢一個水庫而殉職嘅。我哋可以享有咁優質嘅城市生活呢，都要不忘向呢一啲默默為我哋香港人而建造嘅工程人員致敬。喺富壩嘅另一邊呢，有一個叫做緩衝區嘅地方，嗰度亦都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，有地鼠窿啦，同埋一字排開嘅撈營石，同埋湛藍清澈嘅湖水。都係一個相當好玩嘅地方，但係影相之餘呢，一定係要注意安全，同埋盡量唔好破壞一啲珍貴嘅岩石。一齊欣賞埋呢一度世界聞名嘅一個六角形岩柱。呢埲岩牆呢，就有好多嘅彎曲岩柱，都係一啲世界聞名嘅奇觀。呢度嘅條紋呢，就好似一幅畫咁，何其壯觀！繼續走落去呢，可以望到一個相當突出嘅六角形岩柱。嗱，呢個嘅遊客呢，就做咗一個錯誤嘅示範啦。為咗影一張靚相呢，就企咗上去岩柱嘅上邊。如果人人都為咗影相呢，呢一度嘅岩石就好快俾人踩爛晒、踩污糟晒噶啦。所以我哋需要自覺做好保育，亦都提醒一下呢一度嘅旅客呢，就要注意保育。咁呢一個短小嘅岩柱呢，就可以望落去呢，好似一個蜂巢咁樣，好清楚咁望到六角形，非常靚，非常獨特。再行落去呢，仲有一個好獨特嘅岩石圖案。大自然嘅威力呢，真係可以做到一個 S 型嘅岩石出嚟嘅。呢個畫面呢，亦都好有代表性，喺好多嘅旅遊指南上面呢，都可以見到呢一幅圖。喺資訊版嘅上邊呢，就有講解佢嘅形成成因。繼續走落去地質步道嘅末端，有一條嘅木橋呢，亦都係呢一度最後一個嘅景點啦。就係呢一個名為海蝕洞嘅地方。呢一個窿呢，係由一啲嘅海浪呢，經過長年累月嘅拍打所形成嘅。自從呢一個堤壩興建咗之後呢，就有效阻解一啲海浪嘅衝擊，所以呢，呢一個海蝕洞呢，就一直維持現狀。海浪侵蝕岩石呢，仲會分開咗3個嘅級別嘅。最基本嘅海蝕級別呢，就係海蝕洞。如果再撞擊耐啲呢，穿咗個窿嘅話呢，就叫做海蝕拱，好似一個拱橋一樣。撞穿咗之後呢，上面再塌陷落去呢，就叫做海蝕柱。好啦，成個嘅萬宜水庫東壩呢，就同大家簡單重遊舊地一次啦。而喺節目嘅最後段呢，我哋都係會去一個破邊洲嘅地方，
就喺正前方被劈開咗嘅一個島，嗰度呢，就係第3級嘅海蝕柱啦。喺未去破邊洲之前呢，仲有一個非常值得嚟嘅地方呢，要帶大家去嘅，就係呢一個標尖閣觀景台。喺頭先地圖嘅側邊呢，行半個鐘上去就可以去到。今日真係超級舒服啊！望住呢一個咁大咁宏偉嘅萬宜水庫，望到呢都相當覺得透心涼。首先帶大家行落去水塘嘅湖邊，欣賞一下呢一度嘅風景啦。今日呢，咁啱就係一啲當風嘅季節，所以呢，可以望到一啲湖邊呢泛起咗一啲好靚嘅漣漪出嚟。微風呢，將原本平靜嘅湖邊呢吹起咗一啲好有規律嘅波紋出嚟。真係超級靚，超級吸引啊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識得細賞嘅話呢，唔同嘅時候嚟呢，都可以細緻地欣賞到唔同嘅風景，非常清新舒服，洗滌心靈。而且今日嘅陽光呢，非常充沛，拍攝出嚟嘅景致呢，非常吸引。藍天白雲，有山有水，碧綠色嘅湖面，望住呢一啲咁優美嘅環境呢，真係坐一日都唔覺得悶啊！好啦，跟住我哋就要上標尖閣嘅觀景台啦。嗰個地方呢，上一條片呢我就冇拍到啦，但係嗰個地方呢，就係超級值得大家上去一覽啦。因為喺上邊呢，我哋可以飽覽晒成個嘅浪茄灣啦，同埋萬宜水庫，同埋成個嘅海域都可以望得到海天一色。嗰一度係我睇過咁多嘅觀景台之中呢，覺得最靚嘅一個，所以難得嚟到萬宜水庫呢，絕對唔可以錯過呢一處咁靚嘅觀景台。我哋只需要行大概半個鐘左右呢，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咁中途呢，亦都可以望到好多嘅風景啦。我哋從呢一度呢，望返出去萬宜水庫啦。由高空望落去呢，又有另一番嘅景象。上去嘅初段呢，有一啲鋪好嘅石路呢，行起上嚟呢就非常輕鬆。而且上去嘅路呢，有好多嘅碧綠色嘅樹木包圍住你，非常清新。嚟到分叉口嘅呢一度呢，左邊呢就可以去到浪茄灣嘅，而右手邊呢就係去標尖閣嘅觀景台。上到去第一處嘅地方呢，我哋望返落去下邊呢，下邊就係浪茄灣啦，真係超級靚啊！咁喺唔同嘅位置、唔同嘅高度呢，望返落去嘅景致呢都有所唔同嘅。近啲嘅地方望落去呢嘅景致就相對清晰，但係呢個景觀呢就相對狹窄。而高空遠處望落去嘅景觀呢，就相對遼闊，但係呢，因為太過高空遠眺呢，風景亦都相對模糊大霧，魚與熊掌好難兼得。喺兩者之間呢，攞一個取捨平衡，就可以影到一個又清晰又遼闊嘅畫面出嚟。如果天氣配合得到嘅話呢，能見度高嘅話呢，咁就可以望到一個一覽無遺嘅景致出嚟。所謂好景不常在，好嘅天氣呢，其實真係好難得嘅。呢一個高度望出去，大家又覺得靚唔靚呢？景觀呢就相當遼闊啦，有山有水，成個嘅浪茄灣地形面貌都可以望得到。上到高山呢，望返出去嘅景致呢，一覽無遺呢，真係非常清新舒泰啊！所以話呢一個嘅標尖閣觀景台呢，係絕對唔可以錯過嘅地方。嗱，呢度呢，我哋就上到去一個更加高處嘅地方呢，望返出去嘅風景，每一個嘅風景呢，都略有不同。每一處嘅地方呢，都俾大家望一望，咁喺一個對比之下呢，有一個漸漸嘅變化呢，大家就可以對比出同埋欣賞到各處風景變化嘅不同。非常好嘅就係呢一度呢，設置咗一啲嘅座位，俾大家可以坐低靜靜欣賞呢一度無敵嘅大自然風景。差唔多上到高山嘅頭頂啦，咁我哋就越嚟越接近觀景台嘅地方啦。其實浪茄灣呢，真係一個好靚嘅沙灘嚟嘅。咁但係今日呢，就有好多嘅行程要行啦，咁就冇時間行落去啦。希望下一次呢，可以帶大家去到浪茄灣呢，近距離欣賞一下呢一個超靚嘅水清沙幼沙灘。咁大家呢，又有冇諗過天然嘅沙灘係點樣去形成嘅呢？呢一塊嘅資訊版呢，就同大家講解咗沙灘係點樣去形成嘅。就係呢，喺岩層較弱嘅地段呢，會首先受到風化，就會形成咗一啲好細小嘅沙石。咁呢啲嘅沙石呢，就會隨風或者係隨水流呢，就搬到去一啲低處嘅地方，最終呢，沙石就會被沖去大海。咁海浪呢，亦都會將呢啲嘅沙石呢，不斷向岸邊推進，最終呢，沙呢，就會喺海岸線嘅內灣堆積成灘，就係我哋所見嘅沙灘啦。
形成出嚟嘅海灣呢，海灘嘅左右兩邊突出嚟嘅地方呢，就叫做夾角。呢一啲嘅岩石呢，通常都係一啲受風化侵蝕嘅速度呢比較慢、非常堅固嘅岩石。不知不覺間呢，我哋就已經走到上嚟標尖角嘅觀景台啦。呢一個海域呢，就叫做浪茄灣，哇！真係一個超級靚嘅觀景台啊！可以望到浪茄同埋浪茄仔，沿岸亦都可以望到好多嘅岩層，中間呢，仲會有2個嘅海蝕洞，真係超級靚啊！其實呢一個嘅內灣呢，真係相當深啊，所以呢，呢一度嘅海域呢，亦都係非常透徹。碧綠色一片，真係超級靚啊！因為今日呢都幾當風嘅，所以就見到一啲海浪呢緩緩咁衝去海岸邊。浪茄灣嘅另一邊呢，就係一個超級火山嘅遺跡嚟嘅。喺東壩呢，以至到果洲啊、甕洲群島之類呢，都係由1億4千萬年前所形成嘅火山遺跡。嗱，觀景台嘅另一面呢，望出去就係東壩啦。咁今日呢，就有啲大霧啦，所以呢，就未必睇得清楚啦。而東壩前邊呢，有一座劈開咗嘅山呢，嗰度呢，就係叫做破邊洲啦。陣間下一站呢，我哋就會去嗰個地方。咁呢一個嘅標尖角嘅觀景台呢，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睇完之後呢，係咪覺得非常值得嚟呢？咁嚟到萬宜水庫嘅朋友呢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咁靚嘅景致，一定係要上嚟標尖角觀景台。上到高峰呢，可以一覽無遺咁望到一山之隔嘅萬宜水庫同埋浪茄灣嘅美景，全部都映入眼簾。一個相當靚而且又容易行嘅路段，推薦呢一個地方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會鍾意。休息完之後呢，我哋需要去返東壩嘅。下一站呢，我哋就會去到破邊洲，欣賞呢一個令人驚嘆嘅絕色奇景——海蝕柱。遊覽完呢2大嘅地方呢，個天仲未轉黑，所以建議大家呢搭的士入嚟係一個最方便、最快捷，而且又係冇限定時間回程嘅方法入嚟呢一度。咁就可以呢盡早入嚟呢一度，欣賞到夠呢先至慢慢回程返屋企。嗱，去破邊洲呢，我哋就可以去返藍色嘅撈形石嗰度。行前幾步呢，左手邊就會有一條小路呢，可以通上山嘅。我哋上緊嘅呢座山呢，就叫做花山。呢條路呢，都係一啲比較少人會行嘅路嚟嘅，但係呢一條路呢，就可以幫我哋欣賞到一啲普通遊客呢都睇唔到嘅風景。嗱，從高山呢一個角度望出去嘅萬宜水庫呢，係咪有另一番嘅感覺呢？再往上行呢，原來呢一度呢都有一座嘅標高柱嘅。前面左手邊一條小路呢，就可以行返出去。我哋又行去標高柱嗰度睇下風景有咩唔同啦。從呢一個角度望返出去嘅構圖呢，就可以睇到萬宜水庫嘅深度啦。感覺上呢，萬宜水庫啲水呢，好似想流落去緩衝區一樣，係要上呢一座花山呢，先可以望到咁特別嘅角度望出去嘅景致。呢一個十字形嘅躉呢，其實有咩作用嘅呢？如果觀眾知道嘅話呢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咁上呢座花山行去破邊洲呢段路呢，冇去之前介紹嘅綠蛋島咁辛苦嘅，因為綠蛋島之前嗰條路呢，就比較少人行啦，啲雜草叢生呢，都比較勾啊，同埋難行嘅啲路。但係呢段路呢，就相對上比較多人行過呢，啲路呢，就比較清晰可見。咁而家呢，就開始要落山啦，行呢條路呢，大家落山嘅時候都要分外小心啊。雖然條路呢就清晰可見，但係都有少少暴淋嘅感覺啊！睇唔清條路呢，一時大意呢都好容易整親啊！開始可以見到破邊洲呢，就喺我哋嘅正前方啦。大家如果想去睇破邊洲呢，呢條路其實都唔算一條好難行嘅路嚟嘅，因為條路呢，一嚟清晰可見啦，二嚟呢，從遠處都可以望到一啲同路人嘅，多數呢度都會有人行山嘅。三嚟呢，上呢座山呢，並唔係一個好高嘅山啦，咁一般人都有足夠嘅體力可以應付得到嘅。係落山嗰一段路呢，要特別注意之外呢，都冇乜其他危險性嘅。但係呢，睇完呢一座破邊洲之後呢，我哋仲會去一個萬柱海岸嘅。咁上嗰條路呢，係非常難行，非常要爆林嘅。咁所以去萬柱海岸呢，大家一定要諗清楚應唔應付得到呢先好去啦。好啦，而家呢，就行咗大概一半嘅路程啦。咁其實有一條容易啲去到嘅方法呢，就係喺庫堤壩嘅末端呢，沿住啲撈形石一路爬落去。但係呢個方法呢，都相當危險啊！我就見過有啲人咁樣爬落去啊，但係呢，就唔建議大家用呢個做法嘅，因為係相當危險嘅。
好容易會跌落去啲流形石嗰度嘅。寧願辛苦少少呢，慢慢上山落山，行一條安全嘅路，都唔好貪一時方便嘅捷徑呢，行一條危險嘅路。行到呢一度呢，我哋好快就落到去下邊啦。咁落到下邊之後呢，我哋再跨越一個小山丘呢，就可以去到破邊洲啦。落埋呢段路呢，上小山丘嗰段路呢，就更加輕鬆啦。好，終於落到嚟山谷嘅位置，咁我先行落去海邊呢，睇下有冇風景俾大家欣賞啦。跟住行落嚟嘅呢一個海灣呢，係相當失望嘅。行到落嚟呢，已經聞到一陣陣陣嘅惡臭，原來呢啲垃圾呢，就已經衝去呢一個海灣嗰度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地方呢，應該派人去清理呢一度嘅垃圾。雖然呢個地方呢，係一般遊客唔會嚟到睇唔到嘅一啲垃圾，但係我覺得漁護署呢，都應該定期派人喺度清理一下，因為話晒呢一個地方呢，都係香港一個幾聞名嘅景點之一。啲中意行山嘅旅客嚟到呢度呢，聞到呢度嘅惡臭，睇到呢一度嘅環境污染呢，都會感到相當失望。曾經呢，都會見過有啲人喺流形石嗰度爬過嚟嘅，咁嘅做法呢，係相當危險，超級唔建議大家咁做。對住呢一啲嘅垃圾呢，逗留多陣都覺得好辛苦啊！快啲上返去先得。好啦，而家呢，就爬過呢一座小山丘啦，咁之後嘅路呢，就比較輕鬆好多啦。翻越埋呢一座山呢，我哋就可以見到破邊洲啦。破邊洲呢，最獨特嘅地方呢，就好似被劈開咗一橛嘅小洲。嗰度劈開咗嘅地方呢，就叫做海蝕柱，因為海浪呢，侵蝕咗一個大窿出嚟，跟住呢，上面嘅岩石塌陷，形成咗一個非常壯觀嘅一個景緻。下邊呢個海灣呢，就叫做檢珠灣，但係下邊呢，其實就冇豬仔汁嘅。咁喺檢珠灣嗰度呢，其實有好多嘅六角形斷柱可以睇到嘅，都係一啲非常獨特嘅奇景嚟嘅。現場睇呢，就可以睇到非常震撼，但喺畫面上邊呢，因為背光嘅關係呢，所以影得唔係咁清楚。咁同埋呢，要落去檢珠灣呢，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，我哋需要游繩落去嘅。我哋又從另一個方向、另一個角度望出去萬宜水庫東壩呢一座山呢，名副其實真係一座花山嚟嘅。望落去呢，就好似一啲插花藝術一樣。好，從另一個角度望返出去檢珠灣呢，就更加壯闊啦，可以清晰望到一啲六角形岩柱嘅斷柱，好多嘅斷柱呢，就好似一啲蜂巢一樣，都幾特別。咁因為呢一度呢，俾太陽射住啊，海面呢就反光啊，所以呢就影唔到一啲好靚嘅畫面俾大家睇啦。影相呢，始終都好難表達到呢一度嘅壯觀啊，咁都希望大家呢，可以有時間過嚟呢度欣賞一下。再上高啲嘅山呢，我哋望落去呢，就可以望到成個嘅檢珠灣啦，同埋成個嘅花山嘅。喺檢珠灣嘅再前一橛呢，就叫做萬柱海岸，嗰度都係一啲好獨特嘅奇景嚟嘅。成個嘅山頭呢，就好似由萬根嘅柱呢組成一樣，係一個非常之壯麗嘅絕色奇景。咁除咗檢珠灣之外呢，望去另一邊呢，望返去東壩嗰度呢，從呢個角度都可以睇到一個好靚嘅構圖。好啦，終於翻越咗呢一個山頂啦。破邊洲呢，就近在我哋嘅眼前，咁嚟到呢一度呢，更加要小心翼翼咁去行啊，因為呢一度呢，都有好多嘅碎石，而且條路呢，都非常狹窄。破邊洲就近在我哋嘅眼前，非常期待走過去欣賞一下啦。越過嚟最後嘅一座山頭啦，行埋落去呢，就可以非常接近破邊洲啦。經歷咗千辛萬苦呢，我哋終於可以嚟到呢一度嘅目的地啦。站喺呢一處嘅地方呢，應該就係最靚欣賞東壩嘅地方，可以睇到啲流形石呢，非常之密密麻麻，好整齊咁排列埋一齊。終於可以重見翻我嘅同行山友啦！呢一個十字形嘅白色燈呢，都係一個網上好熱門嘅打卡熱點之一。下邊有一棟棟嘅柱呢，就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地破邊洲啦。幾經辛苦呢，我哋終於可以到達呢一個最近觀賞破邊洲嘅位置。我已經急不及待咧，想衝落去望一望呢一個壯麗嘅景觀啦。呢一個缺口呢，真係非常之整齊，一棟棟咁伸延落去。下邊呢，仲可以再走落少少，再近距離啲觀察呢一個破邊洲。白色衫呢一個呢，就係我哋嘅團友，佢哋喺呢一度呢，用相機呢捕捉咗好耐呢一度嘅景緻，相信佢哋已經逗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。站喺呢一處呢，望翻出去嘅畫面呢，更加震撼。大自然嘅威力呢，真係非常之強大啊！強到呢，甚至可以將一座山呢劈開兩截。呢度原本係一座相連嘅山嚟嘅，經過海浪嘅衝擊呢，就打穿咗一個窿，
繼而呢，拱橋嗰個位呢啲岩石就墜落去，最終就形成咗呢一個嘅破邊洲，真係非常之奇妙。呢一個破邊洲之旅呢，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你都有時間嚟到呢度親身感受一下呢，一定會令你相當驚嘆。咁好多人呢，難得嚟到呢一個破邊洲呢，都中意喺呢一度影相嘅。咁喺呢一度影相呢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啊，因為一唔留神呢，就好容易會跌落去噶啦。仲有嚟到呢度影破邊洲呢，就可以帶支長啲嘅自拍神棍呢，咁就唔會影到下邊嘅雜草啦。好啦，揾齊我哋嘅隊友呢，我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呢，都係要去嘅，就係呢一度呢，最後嘅一處景點萬柱海岸。真係好佩服一啲攝影嘅發燒友呢，為咗影一張靚相呢，可以孭咁重嘅儀器上山下海。咁通往呢一條萬柱海岸嘅花山呢，嗰條嘅山路呢係非常崎嶇陡峭嘅，途中呢亦都需要爆林嘅，嗰條路亦都係非常少人行嘅。咁如果唔係行開山嘅話呢，都唔建議大家行去萬柱海岸。呢一個坑呢，下邊游繩落去呢，就可以去到檢珠灣啦。今日呢，我就唔打算行落去啦，咁就直接上到去萬柱海岸。由呢一度回望返去頭先行過嚟嘅山，咁我哋就準備出發上山啦。其實我哋呢，就揀咗一條非常崎嶇陡峭嘅路行，係一條直接上到去萬柱海岸嘅捷徑。咁唔知會唔會有一條更加容易行嘅路呢？我就唔清楚啦。咁為咗更加快到達呢個萬柱海岸呢，我哋選擇咗一條向上直行嘅路。上到去呢，先覺得有啲後悔揀錯咗呢一條路行，因為真係超級斜啊，係要掹住啲草呢先可以上到去。不過唔行都行咗一半啦，唯有硬住頭皮行落去啦。呢度嘅風景呢，有另一番嘅美態，不過喺上緊山嘅途中呢，都冇乜心情會睇噶啦。咁點解我朋友呢咁堅決要上呢個萬柱海岸度影相呢？佢就話呢，好似有一個國家地理嘅攝影比賽呢，其中一張冠軍嘅相呢，就係喺萬柱海岸嗰度影落嚟嘅，所以咁特別呢，一場嚟到梗係要上去會一會啦。一嚟斜得嚟呢，又要爆林啦，有時又要打側行啦。如果頭先喺嗰個分叉口呢，唔係揀呢一條路嘅話呢，我相信會容易行好多嘅。幾經辛苦呢，終於上到某一個高度啦。從呢一度呢，望出嚟嘅 feel 呢都非常特別，加上呢，太陽開始落山啦，金黃色嘅陽光呢就打咗去啲岩石上邊，影出嚟嘅色調呢非常綠，非常調和。繼續向上行呢，應該差唔多就去到山頂噶啦。因為側邊嗰啲呢並唔係一啲雜草啊、幼嘅樹幹啊，而係一啲成個人咁高大啊，而且係一啲粗嘅樹幹，好難可以撥得開嘅。一唔小心呢，亦都好容易俾一啲伸出嚟嘅樹幹呢棘到啊，又或者截咗枝嘅樹幹呢插到隻腳啊。哇！喺呢一度呢，望返出去東壩呢，超級靚，成座花山呢啲植物呢生長得非常茂密，非常碧綠。去到呢度呢，喺一個勁陡峭嘅路上面呢，要打側行都真係並唔容易。幾經辛苦呢，終於上到嚟山頂啦。成條路呢，我諗我行過一次呢，都唔會想再行呢一條路。或者可能會有條更加容易行嘅路啦。好啦，上到嚟山頂呢，我哋嘅萬柱海岸呢就喺我哋下邊啦。只要行埋落去呢，就可以到達萬柱海岸。哇！爆完林上返平地呢，真係成個人都輕鬆晒啊！之後行嘅路呢，就輕鬆好多啦，全部都係一啲好容易行嘅碎石路。落緊山呢，已經非常期待呢下邊嘅萬柱海岸究竟係點嘅樣噶啦。嚟到第一站呢，我哋嘅左手邊呢，就有好多條一條條棟起嚟嘅柱。而右手邊呢，就有好多嘅六角形岩柱嘅斷柱，睇落就好似成座山呢都係由一條條嘅柱砌成一樣。咁啊，企呢一個位呢都未算睇得清啊，我哋再落去低啲嘅位置睇一睇。前面呢一座呢，就係花山嘅最高處嘅地方啦。咁望落去呢，成座花山呢好似一個大草原一樣啊，超級靚啊，非常中意呢一個環境啊。成座山啲樹木呢就生得非常茂密啊，難怪呢一度呢就叫做花山啦。呢一座花山呢，可能係一啲花嘅盛放期呢會開得好靚都唔定。我哋走到去一個好雪白嘅懸崖峭壁，雪白嘅岩石側邊呢有一啲黃色嘅鏽跡，咁估計呢啲嘅岩石呢，可能係含有好高嘅鐵嘅成分。哇！我哋可以望到前面嗰座山呢，有好多一棟棟嘅岩柱啊。不過呢個角度呢，都仲未睇得清、睇得靚、睇得正面啊。我哋再行落去一啲呢，應該會更加靚啦。再行前多少少呢，我諗呢一度呢，就應該係最靚觀賞萬柱海岸嘅地方啦。
等等，呢一個呢，就係萬柱海岸啦。咁名副其實呢，真係好似有1萬斤嘅柱頭呢，支撐住成座山一樣。除咗岩石之外呢，下邊個浪花呢，一樣係咁靚嘅。再走前多少少呢，我哋就踏上咗一片雪白色嘅岩層，又雪白又生鏽嘅岩石呢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啊！今次呢一個體驗呢，非常特別。呢個角度呢，就冇頭先嗰個咁靚，俾下邊啲岩石遮住咗。但係呢，就可以清晰睇得到每一個內灣伸出嚟嘅夾角，即係一啲比較難風化嘅一啲岩石。呢個位影落去呢，相信就係一個最靚嘅位啦。可以睇得到天空、山、岩石、海浪、海各種嘅氣勢，非常澎湃，非常遼闊。置身於現場呢，真係非常之震撼啊！再走落去下邊少少呢，就係一啲人大休嘅地方。呢一座雪白嘅山呢，真係好吸引，好靚啊！喺香港呢，冇乜幾多座山呢可以有呢一種嘅體驗。嚟呢度萬柱海岸呢，真係有一種不枉此行，非常值得嘅感覺啊！落到嚟呢度呢，勁多嘅大型石頭啊，所以呢度呢，好多人都會喺呢一度大休。跟住大休嘅期間呢，就會將啲石頭呢，就玩一啲層層疊啊。睇落去呢都非常壯觀，非常好玩啊！呢度所有嘅石頭呢都俾前人呢砌出唔同嘅圖案啊！有啲人就砌一座山出嚟啦，有啲人就砌一條柱出嚟啦，有啲人就砌唔同嘅圖案。而且鬥砌得高呢都非常講究嘅，因為要預計埋啲風力呢會唔會容易將佢吹冧啦。呢度呢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山頭啊，就好似一個兒童樂園咁啊！其實我都想喺度靜靜地砌下石頭啊，不過時間有限啊。趕住要拍片啦，同埋要趕住尾班車，所以就冇乜時間啦。行咗咁耐呢，我哋都乘機喺呢一度休息一下啦。我嘅團友呢，坐嘅呢張凳呢，聽講就係一個 YouTuber 呢，喺我嚟之前嘅一排呢，就專登搬張凳上嚟拍片呢，做一個景點嘅。至於係邊個 YouTuber 呢，我就唔係咁清楚啦。咁如果知道嘅話呢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啊。下邊嗰處地方呢，一陣我哋都係會行埋落去嘅。咁由下邊望返上嚟嘅景點呢，都係非常之震撼嘅。大家望到呢，最遠處嗰度呢，有一個海蝕拱啊。咁呢一個呢，已經係第二階段嘅海浪侵蝕。咁再過一段時間呢，上面塌陷呢，就會變成一個海蝕柱噶啦。咁而家就俾大家欣賞一下呢一度嘅地形風貌啦。咁睇到個地面呢，咁應該呢一帶呢，係一啲好容易風化嘅岩石嚟嘅，咁先可以產生咁多嘅石頭出嚟。而且啲石頭呢，亦都係好脆，好多嘅裂紋，加上呢一帶呢，就非常之當風啊，先會令到呢周圍都佈滿咗大型嘅石頭。呢一條柱呢，相信就係呢一度呢最高層層疊嘅石頭啦。好，咁今日嘅旅程呢，差唔多去到尾聲啦。咁最後呢，帶埋大家落埋去下邊嘅岩石呢，就完成今日嘅旅程啦。咁下邊呢，將會有一啲更加震撼嘅畫面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大休完之後呢，我哋又要出發啦。我哋呢，要盡快趕路啦，因為唔想等到入黑嘅時候離開呢，咁就要摸黑行返出去啦。下邊呢，就係我哋最後嘅一處景觀。咁我哋今次呢，又揀咗一條錯嘅路行啦，又係一條捷徑嚟嘅，直接行落去，非常陡峭，而且沙石又多。不過我哋重心擺後邊呢，小心翼翼咁行，一樣都可以行到落去嘅。咁喺呢一場旅程入邊呢，都非常之難忘啊！因為可以望到好多平時望唔到嘅奇觀啦，亦都行過一啲自己好難忘嘅一啲山路啦。好，終於落到嚟最後嘅一座山頭啦。拍攝埋呢一度呢，就係我哋今日嘅終結啦。落返嚟平地呢度呢，感覺上呢輕鬆好多啦。最後嘅一處景點呢，就係喺下邊呢望返上去我哋頭先大休嗰個位呢，底下嗰啲岩層啦，都係一啲超級壯觀嘅畫面，真係要置身現場先可以感受得到。呢一處呢都有超級多嘅石頭啊，咁一唔小心呢就好容易拗柴噶啦。呢座嘅小山丘呢超級特別，好似由一啲碎嘅石頭砌成一樣，好似一座石頭山一樣。從呢一度呢望返上去頭先行落嚟嗰個位呢，幾多碎石頭，幾金黃色，超級靚啊！可見呢一帶嘅岩石呢風化程度非常高，一條條嘅六角形岩柱呢都折斷晒啊，變晒一啲碎嘅石頭。呢度望出去呢，金黃色一片，非常震撼啊！下邊嘅海浪呢都係非常之澎湃，雪白一片啊！咦，下邊呢，我哋可以睇到一個迷你版嘅破邊洲喎。
喺呢一個內灣呢，下邊嗰度呢，就係一啲嘅石灘嚟嘅。站喺呢一處嘅位置呢，就好似去到流落荒島一樣，真係一片嘅絕色奇景啊！雖然行過嚟呢一度呢並唔容易啊，但係行到嚟呢一度呢，覺得非常之值得啊！因為呢一啲嘅畫面呢，喺其他地方呢係從來未見得到嘅。最後呢，就從唔同嘅角度呢拍攝呢一度嘅景緻俾大家睇下啦，咁就完成今日嘅旅程啦。最後走嘅時候呢，唔建議大家行七重石灘嗰條路走返去白立灣嘅，因為嗰條路呢係非常少人行嘅，亦都係需要爆林嘅，最好呢就原路返返去啦。